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这个馆的镇馆之宝，它叫波斯陶壶。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和伊拉克这两个国家，大家知道吗？这只胎色黄白、青绿釉色的陶壶，出土于合浦县。陶壶制作的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这把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波斯陶壶，来自东汉时期的波斯帝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朗和中亚一带。在汉代的话，它是主要是通过水路跟那个内陆这个联系的。比如说，它通过南流江跟这个我们这个邕江、西江这个流域这个联系，是吧？所以说，这个合浦在当时起到一个内通外联这个重要的作用，所以从而它就成为这个跟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一起，对吧？一南一北，就构成我们那个汉代中西交往这个大的格局。早在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制作的陶瓷就顺江而下，走向了南海，乃至南太平洋。1000年后，雄心万丈的唐帝国开辟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万里海路顺风相送，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更是把海上丝路发展到鼎盛。南海丝路从中国经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细腻的陶瓷，芳香的茶叶，华美的丝绸，凝聚了中国人的清雅精致的生活趣味和天人合一的美学精神，成为享誉世界的美产。种桑、养蚕、缫丝、织绸，源于古代的耕作文明，仍在岭南这片土地上传承。而在新的时代里，一场美丽的蝶变正在发生。在这里，
蚕宝宝不再作茧自缚，而是把丝吐在人为设定的剪纸上。剪纸或方或圆，形状规格各有不同，还可根据需要孵化出彩色蚕，吐出五彩缤纷的蚕丝来。我们家从我太爷爷开始就从事种桑养蚕这个行业，到我这里已经是第4代人了。陈国民推出了一批全新的产品：蚕丝面膜、蚕丝宣纸、蚕丝被。他还根据蚕丝的动物蛋白特性，开发出个人定制的有机面膜，根据蚕丝的纤维构造，制作出水墨画、纯丝画布。一棵树，一只虫，成就了神奇的丝绸。而现代的科技发明，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养蚕方式，使得养蚕这个古老产业，成为产业加文化加旅游的新业态。规模化种桑，工厂化养蚕，这家企业也一举成为全国种桑养蚕的龙头企业。这个小型传感器被称作葡萄管家。温度、湿度、光照、周边环境一旦发生变化，这位智能管家就会及时做出处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如发现异常，他只要打开我们的 APP， 通过拍照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系统后台的话会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快速的识别、诊断并返回结果以及应对措施。降温、喷灌、通风，葡萄管家甚至可以作物病虫害自动化识别、作物生理状态识别、产量快速预估，确保葡萄这种精细种植作物的成长和收获。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全周期质量追踪。葡萄这一来自西域的水果，在岭南的土地上，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生长生产。2018年，全球领先的精密制造和中国电子元件龙头企业瑞声科技进驻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全球市场，超过90%的高端智能手机的声学系统的制造来自瑞声科技。国内电子行业巨头华为也在2019年7月进入南宁，用全球领先的5G 技术助推广西自贸区建设。就在同一座创新中心的大楼里，爱南宁 APP 是当仁不让的主角。这个南宁市民离不开的网上助手，是南宁市一体化一站式政府服务的领航者。从社会保障到住房就业，从违章处理到电费查缴等等，这些服务一部手机通通搞定。现在爱南宁 APP 拥有注册用户近400万。在南宁，每2个人就有1个人在享受掌上智能服务。以前办理一般行政审批业务要奔波7到10个工作日，现在办理时间减少到1个工作日，比国家要求还要节约7.5个工作日。行政审批局还列出一视通办事项337项，只需跑1次事项311项，1次不用跑，网上就可以办理的事项26项。科技带来了方便，改进了服务，数据多跑路，百姓少跑腿。我是有个
青山绿水，悦目怡神，自然与健康长寿紧密关联。如果说绿色是岭南的视觉标志的话，那么长寿无疑就是广西的健康名片了。南宁绿海浮城，天朗气清，在全国有很多老年人选择前往广西寻求养生之道，安享宜居生活。作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的试点地区，南宁市推行3批模式，投资4.9亿元，建设拥有2000张床位的南宁市第2福利院，使南宁成为居家和养老的幸福地。科技改变生活，智能引领未来，新时代的科学技术为南宁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南宁也是一座著名的生态名城，宜学宜商，宜游宜居，而城市交通设施的改善更是彻底改变了人们出行难的历史。南宁3面环山，邕江穿城而过，新开通的南宁地铁3号线就穿梭在这座山水城市之下。乘坐在快捷舒适的地铁车厢里，人们不会想到，这条地铁的建设可是一波三折，充满艰辛。在地貌类型繁多、地质情况复杂的南宁，建造一个纵横交错的地下交通大动脉，无疑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超级工程。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如何高精度的安全通过邕江江底。对于工程技术人员而言，这一工程的难度不亚于在空中架设跨江大桥。邕江底下水压是比较高的，它底下是有淤泥、有卵石等等很复杂的地层，而且江中也有基岩凸起。对于这种复杂的地层，如果采用单一模式的盾构机决定呢，可能会受到一些局限性。邕江底下岩石沙土软硬不均，加之水压巨大，巨大的盾构机在掘进中存在难以避免的安全隐患。工程停工，大军待发，如何解决盾构机的有效掘进，成了公司面临的一大考验。其实国外厂商生产的盾构也未必能完全解决我们通过这个复杂的一个邕江这个地层的施工。采购国外的设备，这个成本是非常贵的。假如说采购国外的设备，在施工过程中遇到了问题，派专家过来处理，这个周期也是非常长的，对我们的工期是非常不利的。李翔带领研发团队详细研究邕江沿岸地形地基，针对施工段的地质环境做大量的研究试验。千磨万击之下，国内首台气垫式直排泥水土压双模式盾构机终于研制成功，顺利下线。这个庞然大物可以在泥水掘进和土压掘进2种模式间进行自由切换，既能保证设备的高速掘进，又能实现对地层沉降的高精度控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南宁人用自己建造的盾构机建造了南宁地铁，这在全国拥有地铁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隧道打通了，地下工程告一段落，而地铁的车体制造也摆在了城市建设者的面前。朱玉涛带领团队负责这个项目，为南宁的地铁生产车厢。我公司从2014年开始进行南宁地铁1号线车体形态的研发，该项目呢也是我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的第一个比较大的项目。经过将近1年时间的反复研究，南铝终于开发出适合地铁用的铝合金产品。通过中国中车的严格检验，
车辆的安全性、可靠性、舒适性各项指标全部符合国际标准。借助南宁地铁项目，南南铝实现了产品的重大突破，填补了南宁市在车体型材加工方面的空白。广西南南铝全面进军航空航天、高铁、地铁等交通运输的高精度铝材深加工，技术装备等硬实力已进入世界同行前列。在城市地下穿行的钢铁巨龙，凝聚着南宁人敢试敢闯的勇气和创新创优的智慧，使南宁制造成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一节普通的地铁车厢由近70款型材构成，每款型材对规格精度和稳定性都有严格的要求。每节车厢里有200多条焊缝，焊接过程需要精准控制车体尺寸，排布各种繁密庞杂的线路更是一桩不容小觑的工作。每一根线路都可能通往精密的控制器，必须做到零差错。南宁地铁南宁造啊，标志着南宁市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取得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如果说南宁地铁显示了南宁制造的底气的话，那么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建设则显示了南宁人走出邕江、汇入粤港澳大湾区的胸襟和胆识。随着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建成启用，借助邕江水道2000吨级内河船舶可以从南宁直达港澳，邕江成为直通珠江下游、随江入海的大通道。怀抱邕江的南宁也一举成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水上通衢。作为广西的第2大贸易伙伴，截至2018年底，香港在广西投资开办6884家企业，双方贸易额达409.3亿元，增长56.6%。您好，欢迎请车。随着南宁至香港9龙的高速动车的开通，结束了南宁和香港之间需要转运的历史。你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它其中有一个定位，就是它要发展世界开放型经济，要构建具有大湾区竞争力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还要打造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那么广西它所处的这种地理位置、地缘优势，在广西形成一个我们新的商贸物流的这个中心，来承接一部分粤港澳大湾区的物流和商流的问题。接文61岁，出生于广东湛江。区别于其他生意人，接文更显得随和儒雅。在南宁住了10年，接文总喜欢傍晚在邕江边上散步，凌空飞架的大桥让他想起过去的经历。接文做过桥梁设计师，也曾做过背包客，云游四方。丰富的阅历打开了他的世界，开阔的视野练就了他敏锐的眼光。老挝呢，生态环境还好，但是呢，广西南宁也很好。现在你看看水多好。一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他的人生。早期的老挝啤酒，我也是在湄公河的一个餐厅上发现的，然后呢，再想办法把老挝啤酒当老挝的产品引入中国来，开发中国市场。接文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选择南宁，成为老挝啤酒代理商，市场的大门一点点打开了。随着中国东盟合作的不断深化，贸易政策的持续升级，接文的生意越做越大，伙伴对他的称号
也开始变了，从开始的老挝商贸使者，变为东盟经贸使者。现在东盟国家很多厂商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把他的产品销往中国。以后呢，我还想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这个平台，把更多更好中国的产品销往东盟国家。由11个国家共同主办，广西自治区政府承办，这个落户南宁，每年举办一届。这种博览会在中国没有，不仅在中国没有，跟东盟举办同类型的这种博览会，同样规格的博览会也没有。每年在博览会期间，不仅仅是展示商品，同时也展示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合作内容、交流内容。这辆载着15节冷链集装箱的列车，正通过边境城市平祥，将经过越南的河内、海防、胡志明市，直达目的地潘切市。这里是距离越南潘切市15公里的火龙果种植基地。陈文操一家开始了一天的忙碌。Năm nay tôi là trồng thanh long được 25 năm, nhưng đây là một trong những năm là có cái giá cao nhất. Nhưng vì tôi chỉ trồng được 5 năm đủ. Nhờ vì cái thành quả là giá nó cao nên là nó cũng bù đắp là cái công sức thành quả lao động cho bọn tôi. 陈文操一家今天摘下的火龙果，将交给张学，打包运往中国。这片那个火龙果大概有800多公顷，这里这个太阳雨水都很充足。阮红海是张学在越南的生意伙伴。张学和越南的当地果农已经打了1年多交道，去往越南也有100多次。眼前这些水果即将搭载世界上第1条跨境冷链中越班列，运到中国。温度都设定好了嘛？设定好了，设定到2到4度，而且从胡志明到上海一直都是设定在这个温度上。张学此行与平时不同，这次他租了10个柜子，大约有200吨，水果运输量是平时的4倍。这个冷链集装箱呢，铁路箱，中国目前只有500只左右，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我们现在有了一部分，现在100多只吧。根据以后的发展情况，还会陆续增加。冷链车通关，不用装卸转移集装箱体，只需要双边调换车头即可，省掉了繁琐的手续，方便了通行。这箱火龙果自越南潘切市出发，跨境入关，经由南宁的物流，直到摆上上海人的餐桌，这中间只花费了短短的5天时间。截至2018年，广西从东盟进出口水果近120万吨，广西对东盟国家双边贸易额达2061.49亿元，同比增长6.3%。中越跨境集装箱班列开通，打通了南宁、广西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对接东盟的陆路运输大通道。这也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由黄金10年进入钻石10年的历史见证。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使延边从改革开放的末梢变为前沿，通过广西的自贸区的建设，可以推动广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推动形成新的开放格局。在建设陆海新通道，以及呢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呢延边的开放，以及深化与东盟经贸关系，都具有很好的优势。哪个城市有创新资源，有科教资源最丰富，哪个城市就将来会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
占领竞争的优势和提高这个城市的位势。南宁要立志作为南方创新之都、开放之城，南宁这个城市有条件打造成为这种面向东盟乃至世界的这种国际交流和文化合作的中心。尤其是中央这个也赋予了这个广西一些新的开放的发展政策，包括确定了这个建成这个面向东盟的金融这个开放门户。我相信这一系列的变化既有这各方面看好南宁的因素，也有邕江流域这个各族儿女共同奋斗的这么一个结果。瞄准新的机遇，迎接新的挑战，确定新的目标，打造新的历史，这是南宁的未来，也是邕江的希望。一条江，一座城，人们相信河流是城市的根。邕江腰角如龙，以里向东，倾注大海，滋养广袤大地。两岸人民在此生息劳作，取经用弘，积聚了磅礴的文化创造力。大江流日月，逝者如斯夫。人们傍水而居，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南中国的热烈阳光，亚热带季风带来的丰沛雨水，形成万物生长的蓬勃地气。自成一格的落月文化，乱世南迁的中原文化，溯江而来的海洋文化，在此交融交汇。无论是活色生香的美食，山呼谷应的民歌，是五彩斑斓的风俗，匠心独运的工艺，还是五方杂处的民情，传递新生的语言，人们的奇思妙想，创新创造，命运歌库，历经时间雕琢，汇合成恢宏而富踏的历史交响，成为中华文化中动人的南国乐章。宅兹中国，我们瞩目阡陌纵横的字里行间，吟诵印在大地上的历史诗行。这是一次简单的触摸，一次粗略的浏览。在寻访中，我们感到3000年前的太阳再次升上天空，光芒赫赫，普照人间。清新的泥土气拂面而来，平凡的众生相竟成精彩，真率的人情美平世临风。山脉与水脉相依，叶脉与根脉相通，人脉与情脉相连。深入到生活深处，我们蓦然发现，某些根本性的变化已经萌芽，正在生长。邕江湍湍，不舍昼夜，浩荡奔放，终归江门。千百年来，人们以桨帆击节，水波为曲，传唱着奔腾浩荡的历史壮歌。这里的人民坚信一个道理：无论艰难万险，唯有一往无前。这也是面前的这条大江给予他们的永恒启示和最大的精神馈赠。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巨海，不能限极。流过了多少道弯，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
历经了多少沧桑，才有了你今天的容